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搜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要跟朋友们好好安利一下電視劇《底線》啊。為什麼我要開宗明義的說是安利呢？因為我可以先下這麼一個結論啊，《底線》是我目前看過的國產法律劇裡面法律底子最扎實的電視劇。講真啊，一開始看到最高法親自下場對電視劇進行預熱並背書的時候啊，我是有一種看好戲的心態的。為什麼呢？因為國產法律劇的質量，看過的朋友懂得都懂。說實話啊，我甚至可以把這類題材稱之為編劇地獄。因為有一說一啊，法律劇所需要的專業性實在是太強了，而很多編劇其實並非法律專業出身，用一些不好聽的話來說啊，就是一群法盲在寫法律劇。你要指望他們寫出地道的法律故事，5個字啊，可能性不大。在此情況下，即使本劇聲稱有最高法全程指導，一開始啊，我覺着也不容樂觀。但是啊，在我真的看了這部劇以後，我不得不說啊，官方下場確實不一樣。這部劇在法律部分一點不含糊，可以說非常精細、非常具體，也非常扎實。看過我法律劇 reaction 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愛雞蛋裡挑骨頭的。而我剛才說的這些，到底有沒有在瞎吹？你看幾集就知道了。接下來呢，我會具體聊聊為什麼它值得大家一看。首先啊，它的法律功底非常扎實，較好的還原了法律實務。我想每一個法律工作者在看底線的時候，應該都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什麼感覺呢？就是熟悉感。開庭是怎麼開的，討論案子是怎麼討論的，遇到法官調解，法官是怎麼調的，這些場景啊，都可以說高度還原。比如開庭，國產法律劇無數雷點中最明顯的一個，就是律師開庭時總是站着發言，而在現實生活中啊，這是近乎不可能發生的狀況。為什麼呢？因為大家想想，律師開庭要說的可不止一句話，且還會和對方有交鋒。要是說一句話就得站起來，那庭審現場就成深蹲的健身房了。而底線令我覺得甚至有些哭笑不得的是，他已經將庭審還原到法官開庭前的權利義務告知都一句一句的呈現給你。這部分啊，說實話，在現實的庭審中啊，是最無聊的一部分。但你不呈現，就算不上全部還原啊。而底線為了告訴大家真實的庭審是什麼樣子，甚至因此對電視劇的精彩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犧牲。這呢，是我沒有想到的。除了庭審啊，法院的調解亦然。劇中啊，花了很多筆墨介紹了訴前調解。訴前調解即在正式立案前啊，法院組織雙方當事人化解矛盾。底線裡立案庭法官對雙方當事人施展大調解術裡啊說的那些話，比如說打官司對你們也會產生不好的影響啊，而用的那些辦法，比如說背靠背的調解，還有用以支撐調解行為正當性的法官邏輯，比如說啊，調解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矛盾的激化，這些種種啊，作為法律工作者，我只能說太熟悉了，就是那個配方，就是那個味兒。這部劇剛看前3集啊，我心中立馬就出現了啊，法學生必看這5個字。我真誠建議呢，對法律感興趣的朋友們看一下此劇，它是我所知的目前所有國產法律劇裡面法律底子最扎實的一部。第二是這部劇非常關注當下熱點問題。底線在我做這期的時候啊，只更新到了8集。這8集中呢，電視劇已經就乳母反殺構不構成正當防衛啊，網紅與 MCN 到底是經濟合同關係還是事實勞動合同關係，如何認定一方是否構成性騷擾等進行了充分的討論。說實話，在看的時候我還是隱隱為電視劇捏一把汗的。比如說在討論性騷擾的時候，方庭長就直接懷疑女方是不是想借訴訟之名行職場爭鬥之實。比如啊，網紅和 MCN 的官司裡面，律師呢會直接問已經猝死的網紅，他們家是不是誰鬧誰有理。這些話要是直接截出來放在當今網絡上，講真啊，那是很有可能被罵的。但是呢，這不恰巧就是法律劇應該呈現出來的內容嗎？我會經常說一句 slogan， 叫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在真實法律世界裡啊，除了規則本身的橫平豎直，它還有人情，還有事故，還有算計，還有利益。這些問題的多樣性就構成了一件事的複雜，而要處理複雜的事情就不能有單線思維。這是這部劇現實主義的地方，而我認為這些討論非常可貴。第三是底線有將法官還原成有血有肉的人。無需諱言啊，在目前市面上官方親自下場指導的證據當中啊，非常容易出現的一個情況呢，就是主角身上神性過重，沒了人味兒。什麼叫神性呢？就是他過於偉光正了，他就代表正義，屬於他的就只有勝利，他身上閃爍的就只有光輝。這樣的人物設定啊，不會出錯啊，但也難以激起觀眾的共鳴。神不會激起人的共鳴。而底線呢，從一開始便告訴大家，主角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比如他會為自己有機會升任副院長而心中竊喜，他在法院內部呢也會圓滑世故，真聰明裝糊塗。在領導面前呢，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該怎麼說，他心裡呢也比誰都清楚。這些人物刻畫和我現實生活中遇到的體制內有前途的工作人員啊，實在是太像了。
說到這兒，我就不得不提一句啊，靳東呢是真的適合演公務員。他在《精英律師》裡演的律師啊，会讓我覺得他就是在裝啊，这不是真正的他。但当他開始演體制內公務員的時候，我就必須感嘆，他把人物啊演活了啊，這才是真正的靳東。這就是山東男人老幹部靳東老師的魅力嗎？愛了愛了。你這個想法很文藝。不過話說回來啊，有些官場的生活技能就是錯的嗎？我不這麼覺得。對還是錯啊，主要是看他面臨誘惑時做出的判斷和選擇。我一直認為啊，高尚本身並不動人，高尚要放在平凡的軀殼中，才能真正绽放它的光輝，才真正的具有感召力。從故事創作者的角度呢，我很開心啊，因為這部劇是正劇，但它並沒有將人物刻畫為人神。說到這兒啊，值得一提的是，我認為這部劇的人物塑造還有一點刻畫得非常好，即主角方庭長總會用懷疑的眼光看待每一個當事人，即使這個當事人是所謂的被害者。他在一開始總會不但以最大的惡意來懷疑原告的起訴動機，比如除了剛剛說的性騷擾案件中對原告的懷疑，還有懷疑那位逝去的網紅的弟弟啊，他想要回賬號是因為要據此牟利。我喜歡這份懷疑，因為這反映了法律人的理性，也反映了複雜社會的真實。這份懷疑背後啊，是經驗，也是智慧，是只有處理了很多複雜案件後才積累下來的洞察。只有在經過質證後顯示出的真實，才是一個法律人能相信的真實。第四是我很欣慰的一點是，這部劇目前並沒有刻意醜化律師。在一些國產法律劇裡面啊，編劇總想樹立敵人，畢竟有正面就有反面，然後呢，律師往往是最好欺負的，就成了站在人民群眾對立面的壞人。這一點呢，我是很反對和厭惡的。好在在這方面呢，目前啊底線堅持住了底線。首先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啊，這部劇裡面有明顯的醜角，比如說法院對面的那家元宇宙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通過假裝和法官很熟來承攬案源，着實呢令人尷尬。但對此啊，作為律師，說實話，我個人並沒有感到冒犯，因為現實生活中就是真的有很多這樣的同行啊。這一點別說電視劇吐槽了啊，我們業內吐槽起來比他們還狠。當然，為什麼會有很多，那就是另外一個維度的問題了。這一點呢，我之前做了一期 reaction 節目，和湯律師做了一些討論，大家感興趣呢也可以看一下。但我之所以說沒有刻意的醜化，是因為這部劇裡啊，目前戲份較多的徐天律師，目前為止呢，我認為是專業的、靠譜的，展示了一個優秀律師應有的形象。比如說，在和當事人一起參與調解的時候，他會據理力爭，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雖然他和法官有一些私交，但有分寸，也並沒有據此干擾法院辦案。對此，我問了看了這部劇的幾位同行啊，他們都是認可的。當然了，我在這兒弱弱的說一句啊，我個人是非常期待在這部劇裡面，法官隊伍裡也會出現並被揪出一個壞人。為什麼呢？一個重要的場外因素是啊，受人民的民意影響，我總感覺張志堅老師演的張院長就不像個好人。這還真不怪我，要怪呢就只能怪玉良書記這個角色啊太過深入人心，他演什麼都總感覺是老狐狸。有同樣感覺的朋友們扣個一啊。不知道這個人物最後會不會反轉，反正啊我很期待。看別的可以模糊，但看底線一定要清楚。最後啊，我統一說一說我看完前幾集以後我的2點個人體會。第一個體會啊，是輿論監督辦案和輿論干預辦案的界限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個思考呢？因為大家會發現啊，這部劇呈現出來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案件審理是一定會受輿論影響的。比如說乳母案，1審判了無期，而輿論關注後，2審就以防衛過當改判了有期徒刑5年。再比如啊，性騷擾案，男方當事人在上節目曝光前和曝光後，法院的注意力明顯是不一樣的。在此情形下，爭議就來了。一方面呢，有人會強烈的批評輿論，說輿論影響審判；而一方面呢，又會有人指責法院被輿論牽着鼻子走。而我認為啊，輿論監督辦案和輿論干預辦案的界限很簡單，就在於一點，即你到底是想通過輿論讓法院依法辦案，還是想通過輿論讓法院不依法辦案。我們不能排斥輿論監督啊，因為很多時候恰恰是舆論的監督，讓法律人意識到自己身上可能一直有，但自己也一直沒有意識到的專業傲慢。這些傲慢呢，助長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偏見，在司法中影響的還是每個當事人的生活與命運。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想借輿論顛倒黑白，挾流量以令司法，那也是我們需要警惕的。而兩者間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無非就在於一句大家已經聽爛了的話：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句話很官方，也很高大上，沒錯，但真要做起來，需要每個法律人終日前乾。第二，是我必須要坦率地說啊，底線中的法律世界是法律人理想中的世界。什麼叫理想中的世界呢？法官都是盡職盡責、秉公辦事的好法官，律師也大多是專業優秀、有理有節的好律師。
在這個健康的系統裡，法院可能會錯判，但後續一定能糾偏；律師可能有人投機，但最後一定會付出代價；而當事人有可能會有委屈，但最後呢，也一定會沉冤得雪。可無論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罷，真實的法律世界不是這樣的，至少現在不是。在真實的法律世界裡，每一次正義的伸张背後都是千辛萬苦。多的不說，光是漫長的訴訟時間就夠很多當事人頭疼的了。而我認為《底線》這部劇還有一個意義，就在於告訴我們什麼是底線，或者說法律人到底該成為什麼樣子，法官該成什麼樣子才是優秀的法官，律師該成什麼樣子才是優秀的律師，而中國司法該是什麼樣子才是優秀的中國司法。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努力奮鬥。這部劇是一面鏡子，也是一個坐標，它會讓我們看到自己，也會告訴我們應該成為怎樣的自己。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善，一名平平無奇且收穫很多的法律工作者，持續輸出有價值的法律內容。我們下期再見。